嘿，大家好，我是 Mike， 欢迎来到 Dr. Mike 的投资频道。今天是2022年3月27号周日。在今天这个视频呢，我首先对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以及中美的经贸合作方面的一些最新的一个大环境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因为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不光光影响到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而且呢还影响到许多的美股比方讲我仓位中的特斯拉、Apple、苹果等等都是受到中美经贸关系的一个影响，所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大环境的一个看法和最新的一些讯息。然后呢，在个股方面，我们聊一聊Lucid， 包括它的一个涨价情况，乃至呢它和特斯拉之间的一个挑战的一个视频。然后呢，也对特斯拉做一更新，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OK，let's go。在中美贸易战方面在3月23号周三的盘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他已经恢复了对352种在美国的301条款下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豁免。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说，恢复的产品豁免条款将从2021年的11月12号开始生效，并且延长至2022年的12月31号。他们涵盖了最初估值价值在37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的一个广泛的一个范围。我们知道，前总统特朗普对其呢征收了从 7.5% 到 25% 的惩罚型的关税。USTR 发布的清单呢，包括棒和电动机等工业部件、某些汽车的零部件、化学品、背包、自行车、吸尘器和其他的一些消费品。特朗普政府呢，最初是对关税呢给予了2200多项的豁免，以对某些行业和零售商呢提供帮助。但是呢，这其中大部分呢被允许过期，但是呢有549项被延长了1年，这些呢是在2022年底到期。而新的美国贸易代表凯瑟琳戴去年10月呢启动了对是否恢复这549项豁免条款的一个审查，作为他呢与中国贸易行为战略的一部分。虽然呢他在一系列的会议中还是指责中国在贸易战，特别是执行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方面呢表现没有任何的改善，但是呢通过最新的这个消息，他还是对549种豁免中的352种呢给予了豁免虽然没有达到全部的549种豁免，但还是呢豁免了绝大多数。所以呢，我个人的解读不管他的出于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公司，包括他的这个零售商行业，还是呢出于对中国产品的依赖，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考虑，至少说明目前中美双方的贸易还是互相依赖。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呢，至少中美的贸易还会向前走，而不会产生这种完全破裂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呢，我个人觉得这对中美的整体的这个经济互相之间的经济发展，包括在美国的这些中概股的发展呢，是一个好的一个大的消息。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做一分享。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先前呢，北约领导人包括拜登曾经呢警告中国不要帮助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而最近财政部长耶伦表示，他不认为美国因为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而对中国实施制裁。耶伦呢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呢谈到对北京潜在的制裁的时候呢，说我认为这没有必要，也不合适。政府的高级官员呢，目前也正在与中国进行私下的一个交谈，以确保他们，这里指的是中国呢，理解我们，也就是美国的一个立场。如果他们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或者试图逃避我们对俄罗斯金融系统和中央银行实施的制裁，我们会非常担心。但是他说，我们目前没有看到这种情况。从这段谈话我们看到，耶伦呢总算也是说了一句实话，也就是目前为止呢，
北京并没有实质性的帮助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一个战争不管是在经济还是金融方面。另外呢，他也提到了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正在与中国进行私下的一个交谈。从这一点呢，也印证了中美两国不管有许多方面呢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呢，私底下政府的高级官员也是在一直保持着一个畅通的一个沟通以便双方的了解对方的一个意图，不管是在审计方面也好，还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俄乌的战争领域，都是在全方面的在交谈从这一点呢，也可以印证，虽然中美两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之间有不少的竞争，但是呢，双方也需要对方的一个合作。所以呢，在竞争之中合作呢，我觉得的面还是大于竞争面。从这一点来讲呢，虽然中美之间会存在不同的这些问题，但是呢，我认为还是以合作为主。好了，最近我们看到了在电动汽车制造商中呢出现了一轮涨价，比方讲特斯拉就宣布涨价，因为他们需要与不断上涨的原材料成本来做斗争。显然呢，这个问题已经影响到了很多的电动车的制造商，包括 Lucid 在内。Lucid 也最近宣称，在巨大的通胀压力下，他也正在研究提高未来车型的一个价格。他的首席执行官 Peter Rawlinson 在最近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呢，以镍的价格高企为由，表示未来车型的价格上涨呢是不可避免的。他说，有一种不可避免的情况是，我们将不得不审视未来推出的车型的价格。我认为，如果我们说我们永远不会提高价格，这绝对是愚蠢的。不过呢，罗林森也补充说，公司呢目前致力于兑现现有的预定者的价格，不会考虑涨价。因为我们知道 Rivian 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宣布涨价的时候呢，说适用于现有所有的订单，这样的话呢，对它的股价造成了一个负面的打击。当然了，随后呢，他的首席执行官也出来恢复了原先的决定，所以呢，我觉得 Lucid 也是吸取了这样一个教训，所以呢，讲这个涨价不会应用到现有的预定者的一个价格。在谈到未来车型的时候呢，Peter Rawlinson 可能指的是他的 Project Gravity， 他的第一款的 SUV 的车型，以及呢 Lucid Air 轿车这个系列里面比较便宜的一些车型。因为到目前为止呢 ，Lucid 只是交付了市场它的 Air Dream Edition 这个车型是它的高档车型，目前的起步价呢是在17万美元左右。同时，最近它在基本面方面呢，就是它宣布它将今年的产量预测从原来的2万辆大幅减少到1.2万到1.4万辆。他当时呢也是将这个削减的归咎于供应链和物流的一个挑战当然，他这个消息宣布以后呢，他的股价也是大跌了近20个百分比。现在呢，罗瑞森在他的最新的采访中做了解释，他说呢，他们这个供应链的瓶颈呢是挡风玻璃、地毯和一些外饰件的供应商造成的，所以呢Peter 自己说呢，他非常的一个沮丧。因为呢，他们没有被一些关键的材料，比方讲它的芯片也好，或者说他们可以自己制造的电动机的能力所限制，而是呢被一些少数的供应商刚刚提到的一些挡风玻璃地毯一些产品的瓶颈所局限，所以呢他感到一些沮丧。另外呢，他也提到改变这些部件的供应商呢不是一个选项，因为这将影响质量我个人呢对这点表示有点怀疑因为像挡风玻璃地毯外饰件应该有不少的质量比较先进的供应商可以来提供，所以呢会不会它在产能上面存在其他的问题，我们也需要继续的观察所以总的来说呢，目前我对 Lucid还是在观望阶段，所以呢，前段时间即使它的股价有所下跌，我也没有选择一个加仓的动作。
Lucid 的近期的股票走势比较弱，我们看到在周四大盘大反弹的时候呢，Lucid 也才刚刚涨了 1.35个百分比。然后呢，周五大盘最终是收正的，但是我们看到 Lucid 一直在下跌。不过呢，它在下跌的过程中呢，还是得到了24.7的这根支撑位的支持以后呢，有所恢复，最终是收在了25.1毛6，全天呢是跌了1块钱，下跌了4.15个百分比。从下周短期来看呢，大概率它还会是在24.7的这根支撑位的上方做震荡整理的概率比较大。特斯拉 Model S Plaid 号称是当今加速最快的量产车，如今终于迎来了强劲的对手，同样是纯电驱动的 Lucid Air。有趣的是呢 ，Lucid Air 的创始人也是特斯拉的前员工。员工能否打败曾经的老板呢？让我们拭目以待。既然是挑战最快的量产车， Lucid Air 也会派出它最强版的一个车型。这台名为 Dream Edition 搭载了双电机，最大马力呢是1111匹。要知道，搭载3电机的特斯拉 Model S Plaid 的马力呢才1020匹。不过呢，在车重方面 ，Lucid Air 就比特斯拉要重了近200公斤。比赛全长呢是400米，采取一个弹射的一个起步和中途加速2种模式，谁更快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的，出发了。我们看到在左边的白色车呢是特斯拉的 Model S Plaid， 在第一轮中，明显 Model S Plaid 是领先于 Lucid Air， 可以说是完败 Lucid Air。好的，第二轮开始了。从第二轮看出来呢 ，Lucid Air 起步更快，目前是领先于 Model S Plaid。好，现在感觉 Model S Plaid 也赶上来了，几乎要超车了。Lucid Air 加速还是居于一个领先的地位。好的，目前看第二轮 Lucid Air 是略胜一筹。经过3轮比拼，在弹射起步模式中，特斯拉呢是以2胜1负的总比分获胜。要知道，第二场失败还是在起步失误的情况下发生的。接着进行中途加速模式的一个比拼，虽然马力参数方面 Lucid Air 更大，但毕竟特斯拉多一台的电机驱动，因此呢，在动力方面，双方依然存在比较大的一个差距。在中途加速模式中，依然是特斯拉胜出。Model S Plaid 最快量产车的地位呢，依然还是没有人可以撼动。特斯拉，我们看到它近期的涨势非常好，我们看到1、2、3、4、5、6、7、8已经连涨了8天。已经突破了986块钱的这根压力位，然后呢，在周五它做了一个横盘的一个震荡，高点呢曾经达到了1020块左右，低点呢下跌到了998块钱左右，上下影线呢基本上等长也就是说买卖双方的势力也是相当多空双方做了一个争夺战。最终呢，特斯拉在周五呢是微微收跌了0.32个百分比，基本上是显示一个横盘震荡，寻找方向这样一个阶段。我呢也是继续看多特斯拉的基本面和它的技术面，所以呢还会继续持有的仓位，继续做多特斯拉。好的，这是今天的视频。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视频，不要忘了点赞。如果您还没有，请点击视频下方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您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新的视频的通知，转发并且评论，谢谢。我们下个视频再见。